这个女人刚刚死在浴缸里，下一秒就发现自己变成了灵魂。更离谱的是，她竟然被永远的绑在了恨她入骨的丈夫身边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女人麦迪逊再也无法忍受丈夫内森长达1年的折磨，选择在浴缸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她以为死亡是解脱，岂料她的灵魂却像个摆设一样，只能在内森周围几米内活动。从死亡到火化前后不到12个小时，内森甚至连那个沾满血迹的浴室都懒得清理。当殡仪馆把骨灰盒交到内森手上时，这个男人非但没有一丝悲伤，反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他轻轻拍了拍骨灰盒，嘴里轻蔑地吐出2个字：恶心。就在这时，麦迪逊的哥哥冲了过来，一拳就想砸在内森脸上，嘶吼着让他还回自己的妹妹。可保镖瞬间就制服了他，将他死死按在地上。内森踩着大舅子的后背，轻描淡写地晃了晃手里的盒子，说：“你妹妹就在这。”接着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像倒垃圾一样将麦迪逊的骨灰悉数倒在了地上，他就该被扔进臭水沟里。男人说完，一脚踩过那片灰白色的粉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只留下瘫倒在地、哭倒崩溃的哥哥。麦迪逊的灵魂飘在空中，看着自己最后的痕迹被风吹散，被路人踩踏，他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。爱了他2年，换来的却是挫骨扬灰的下场。回到那个曾经的家，内森一脚踹开门，这里没有保姆，没有管家，因为他早就隔绝了麦迪逊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男人打开冰箱想拿瓶水，却一眼看到了门上贴着的便利贴：“亲爱的，我做了你最爱的奶油泡芙，记得吃哦。”落款是麦迪逊，时间是他自杀的前一晚。内森的表情瞬间阴沉下来，他一把抓下纸条，看也不看就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，对那些新型的泡芙更是视若无睹。原来他根本就不喜欢吃他做的东西，所谓的喜好不过是他为了复仇一步步引他上钩的诱饵。不知为何，看到这张纸条后，内森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。他没有去书房，也没有回卧室，只是直挺挺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双眼失神地望着天花板上那盏蝴蝶形状的水晶吊灯。如果他能看见，就会发现麦迪逊的灵魂正坐在其中一只蝴蝶的翅膀上，静静地看着他。这盏灯是麦迪逊结婚前买的，他以为这是2人唯一的共同爱好，可后来他才知道内森喜欢他，只是因为他6年前死去的白月光也喜欢。麦迪逊还记得新婚燕尔时，他曾枕在内森的臂弯里，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初恋。男人当时就是这样躺在沙发上，望着天花板说：“我的初恋变成蝴蝶飞走了。”麦迪逊心疼地吻着他的眼睛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让他来做他的蝴蝶，做他生命里的小太阳。”可男人没有回答，只是把耳朵紧紧贴在他的胸口，听着他的心跳，手臂越收越紧，紧到让他生疼。直到后来，麦迪逊才明白，男人之所以恨他，是因为6年前他的白月光死于一场车祸，而那颗健康的心脏恰好移植到了他的胸膛里。内森固执地认为，是麦迪逊和他的家族为了得到心脏，一手策划了那场谋杀，所以他步步为营，卧薪尝胆，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子爬到今天的位置，就是为了向他和整个家族复仇。他娶了她，却又像疯狗一样折磨她。当麦迪逊得知这一切的真相时，巨大的打击让他当场流产，失去了他们腹中刚刚成型的孩子，而那一次也是在这个该死的浴缸里。如今他又死在了同一个地方。内森走进浴室，看着满地狼藉，突然像发了疯一样，把架子上的瓶瓶罐罐全部扫落在地，然后对着空气大吼一声。他从未如此失态。麦迪逊的灵魂飘在门口，甚至想伸手拍拍他的后背，让他冷静下来。可他忘了自己早已是个触碰不到任何人的孤魂野鬼。